哟，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好，这里是洛城，欢迎来到一口气看完《神兵小将：天地盟主篇》的大结局。最近的数据不好，感谢还能坚持到这里的观众，是你们的点赞才让我坚持做出这期视频。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话，千万不要忘了一键三连，三连总和过5000，继续大家回忆其他的童年动漫。弹幕和评论也可以分享你们的想法，热评第一的动漫将会安排上日程，在今后的日子里大家回忆讲解。那么废话不多说，弹幕上发爷青回，我们正式开始。上期视频中，我们讲述到了玉龙国4大主城在问廷的帮助下，纷纷迎来了解放。虽然刚刚遭遇了南宫翳的挫折，但大家重振旗鼓，继续踏上了冒险的旅程。黑化的南宫翳为他们指点了下一站的目标，那便是前往元首宫，准备挑战天地盟主。众人携大鹏而飞升，扶摇直上9万里，朝着元首宫飞去。话说，这元首宫是自女娲创世时就建成，每一代守护玉龙国的女娲传人都居住于此。而女娲传人有神力在身，天地盟主对其毫无办法，只能将她困于牢狱之中。换言之，只要打败天地盟主，就能救出女娲传人，还天下一个太平盛世。大家一路上过关斩将，穿过雷霆密布的云层，有惊无险地来到了元首宫。眼前所见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城门，门上有4个插口，分别代表了东西南北4项的钥匙。只有打败4方驻守的将领，夺得其钥匙，便能前往挑战天地盟主。看来这天地盟主也算是有武德之人，明明可以群殴，非得一个一个送，最后遭遇了正义的多打1。既然有4方守军，主角团们便也兵分4路。我们按照剧情的发展给大家一一道来。首先是最早御敌的西门笑、阿雅组合，这一对堪称实力最热的组合，也是遇上了最笨的反派凶阎王。我催眠怪喵在手，你能奈我何？凶阎王嚣张至极，一招催眠大法之间施展开来。这是2020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啊，这催眠大法果然厉害。阿笑和小太虚根本抵挡不住，还飘在半空便昏睡了过去，真是出师未捷而半道奔粗。看来西门笑这队才刚刚御敌便陷入了危机。把视角转到北冥雪这边，阿雪与神农兽十方明亮组成了一队，对上了绝天机和魔兽变色龙。北冥雪一看这阵容，我们这里又有输出又有辅助，对付你个破蜥蜴还不轻轻松松。可话还没说完，只见眼前的蜥蜴便直接遁入黑暗，失去了踪迹。这下大家可乱了方寸。慌乱中的阿雪和十方明亮被2招偷袭直接命中，身受重伤。神农兽也是护主心切，赶忙变身。却不料的是，绝天机可是全剧第一个会打断变身的反派。趁着神农兽还在吟唱，指挥着变色龙将其掀飞了出去。众人起身再战，却又是徒劳，被再一次打倒。北冥雪刚刚还说我们的阵容是无敌的，我们仨指定嘎嘎乱杀，这无敌果然是负面 buff。而另一边，铁心母女携螃蟹金血对上了喜无常和堪称世界第1防御的魔兽铁壳甲虫。只见铁心母女2人双刀击出，伴随着叮的一声脆响，这铁壳甲虫竟然毫发无伤。而铁心母女却被反甲弹飞了回来。螃蟹见之也是不信邪，还有我打不透的防御。只见一道利刃飞出，却也没奈何甲虫分毫。这下大家可都傻了眼，连金邪对着甲虫都毫无办法，他们还有战胜喜无常的机会吗？再来到实力最强的问天这边，问天主攻神武辅助3书智囊，堪称完美的阵容。但真的面对纯粹力量上强悍的南宫翳和巨灵龙，也只能是堪堪抵抗。这下可好，他们兵分4路，却被对面田忌赛马，纷纷落入下风。天地盟主看着这番景象，好不快活。女娲传人这些小屁孩也敢挑战我，现在可好，我4路都是优势。17张牌你能秒我，你能秒杀我，我当场把这个电脑屏幕吃掉。女娲传人对此却表示不屑，现在的优势是暂时的，只要我说几句话便能扭转现在的战局，就怕你不敢答应。天地盟主这边可是大优势，顺风不让世人，他一口答应了女娲的请求，
谅你一句话也不能翻起什么浪花。场外援助及时到达，女娲传人迅速告诉小将们，只要通过智慧，便能战胜眼前这些看似可怕的对手。问雅第一个反应过来，问天这边，问雅忧心忡忡。问天可从来没有赢过父亲一回，可这次的问天格外争气，在和南宫翊的对波中，凭借着旋风天金的力量压制，暂时为小龙争取到了时间。小龙也是颇为上道，借助着旋风的力量，瞬间偷走了二人的耳机。神武也是迅速接力，动听的歌声响起，让往日的记忆逐渐涌现。终于，4路都已经被攻破，大家齐聚一堂，感慨这来之不易的胜利。但现在还不是放松的时候。天地盟主一开始为了针对南宫翊的背叛早有准备，并没有将最后一把钥匙交付给他。那么这最后一把钥匙又藏于何处呢？突然，城外的广场上一阵阵大地的震颤声传来，敌方的最后一个反派登场，他就是炎神王和烈火巨象。这炎神王作为最后的反派也是有理由的。这烈火巨象体型巨大，火焰缠身，一口火球喷出，气势惊人。南宫翊虽然飞身挡下了眼前的火球，但却没有料到后续巨象的偷袭，被一招正面命中，掉下了深不见底的悬崖之中。会飞的神兽们纷纷前往救人，剩余的大家开始合力对付这烈火巨象。问天这边打法可以说是非常的莽撞，先是以火对火，再是以冰攻火。先不说非得用这些备课的属性，也好歹每次对波的时候不要站在左边吧，难怪每次对波都输。看着问天这边屡屡吃瘪，铁心和阿雪也是争相支援着，保护着问天。几番消耗下来，巨象也是懵了，打了这么半天，你们咋不受伤呢？这时他才意识到先要干掉奶味的重要性。一招火弹直接飞出，又是喜闻乐见的千钧一发之际。小太虚出马，通过吹风调转了火焰的方向，这可让问天也受到了启发，转换成了旋风天金。这下二人合力，起码面对炎神王不落于下风。面对这个场景，小太虚不禁感慨，要是父亲太虚寿在这里，那该有多好。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太虚寿及四方城主载着刚刚掉下悬崖的南宫翊飞了上来，一招旋风击出，局势顿时大变。三人合击的力量很快吞噬了火焰，把炎神王打飞了出去。这下解决了天地盟主手下的最后一个反派，大家再一次来到了大门前，商量起了如何开门的事情。南宫翊当即表示：“我们这么多人都在这里，还开啥门？直接打爆这破门又有何难？”说做就做，大家一番合力变身攻击，瞬间打破了城门。那我寻思，这3把钥匙不就作废了吗？别问，问就是剧情需要。
破开大门后，只见天帝盟主正坐在王位之上，一番云淡风轻的模样。他对问天等人的人海战术颇为不屑。琥珀的能力可是可以魔化任何神兵兽的。只见他迅速施展着毒雾散开，就在大家愣神之际，神兵兽们便纷纷叛变，真可谓一觉回到解放前。大人们掩护着孩子们撤退，可是自身也是难保。孩子们面对昔日的伙伴，也是不肯下手，战斗的畏畏缩缩。特别是北冥雪被神农兽踩倒的这一幕，小时候我怎么没有注意到？Nice。就在这个时候，女娲传人苏醒了过来，她沟通着大家，用和伙伴的友谊来唤醒魔化的神兵兽们。大家一通嘴对，向身边的神兵兽诉说着曾经的往事。友谊的信念化为力量，大家纷纷脱离了控制。终于到了，这是最后一次的碰撞。琥珀一招全力攻击打出，气势撼天动地，颇为不凡。而问天这边也是最强力量施展，8道神兵合为一体，大家共同呼唤着团结的口号。巨龙的力量嘶吼着飞出，扫清眼前的一切阻碍。天帝盟主终于被战胜了，阳光透过乌云照亮大地，给世间万物带来生机和希望。人民们欢呼雀跃，鞭炮齐鸣，恭迎着和平的到来。在女娲传人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下，大家因为拯救玉龙国有功，被封为神兵小将，功绩万世流传。那么这就是神兵小将天帝盟主篇的全部故事内容啦。这是我童年特别喜欢的一部动画，也是在这1个多月时间内和大家一起看完了这部童年经典，也算是弥补了当年没看完的一个遗憾。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洛尘，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大家拜拜。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好，我只是洛尘。之前《神兵小将全剧情》梳理的第1期点赞居然过了5000，那么这期视频将会带大家继续回忆后续的故事内容。依旧是点赞过5000必更下期，点赞过1万立马起床爆肝更新。关于评论区有想了解《神兵小将》第2季的观众，可以直接在站内搜索《神兵小将》第2季，评分高达2.2分，一定会带给你一趟美妙的旅程。上期视频中我们讲到，南宫问天等人踏上了拯救玉龙国的道路。目前4大主城已经解放了2座，下一站东方海阁准备出发。大家站在海岸边，望着一望无际的大海，感慨于海洋的美丽与浩瀚。突然间，海面上波涛起伏，一阵海啸迎面而来，这可把大家吓了一跳。海的那边是什么？没错，海的那边正是天帝盟主手下大将喜无常，以及他的旗下魔兽疯狂章鱼。话说天帝盟主这些手下真的是一件好事不做，坏事做尽。这喜无常一脸屌丝模样，平时里没什么爱好，就爱兴风作浪，搞得以捕鱼为生的东方海阁百姓们民不聊生。纵使北冥雪百般请求，被吓破胆的渔民们也不敢载他们出海。没办法的大家只能乘上了一条一看就有问题的黑船出海。果不其然，这黑船的主人正是喜无常手下的一名小将杰克船长。他把众人载到了深海之中，直接毁了自己的船只，准备在此淹死众人。还好他们的身后一艘小船跟了上来，救下了问天等人。来人手握宝剑，英姿飒爽，颇有一番巾帼不让须眉之相。原来他正是东方海阁的阁主东方雄。此时的他正在寻找一位名叫金邪的神兵兽，只有得到金邪的帮助，才能战胜喜无常手下的疯狂章鱼。但这片海域浩瀚无垠，想找到金邪无异于大海捞针。但为了找回失踪的女儿，无论如何东方雄都不会放弃。听了东方雄的话，问天很是异动，嘿嘿嘿，岳母，你的女儿一定很漂亮吧？问天问道，敢问令愿，芳名何许？还没等到东方雄回答，杰克船长就粗暴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东方雄，你的女儿就在我的手上，想要救她就来抓我呀。东方雄虽然知道这十有八九是陷阱，但为了女儿，纵使是龙潭虎穴也得试一试。果不其然，这一切都是杰克船长的谎言。
但谎言虽小，对于东方雄的打击却万分巨大。这下便再也没有女儿的消息了。众人也是好奇，问起了之前发生的事情。这不说不知道，一听可吓了一跳。原来3个月前，天地盟主率大军进攻了东方海阁，在战乱中，他和女儿东方铁心意外的失散，坏事成双。在战火中，铁心竟然直接遇见了天地盟主。虽然铁心拼命抵抗，但最终不敌天地盟主，并且在打斗的过程中，铁心头部受伤，还失去了记忆。这下可好了，铁心认了天地盟主做了义父，东方阁主就这样得到了一个新老公。而此时此刻的铁心虽然失忆了，但在问天的劝导下，也明白了义父的错误行为，直接冲入南宫城内来了一个当面对质。但天地盟主这饕餮魔物怎么会听取铁心的意见？他二话不说便把铁心关入了冷宫。为了解放东海阁，找到铁心的下落，众人继续前往金邪曾出没过的岛屿，却不料他们的到来已经晚了一步。这座岛屿在海胆魔兽的污染下完全变了模样。这海胆魔兽也算是有几分本事，防御堪比肥蛟龙，刀枪不入，水火不侵，这可难坏了众人。好在千钧一发之际，全剧第一挂逼螃蟹金邪及时赶到，轻松消灭了海胆。这可是问天半天都打不过的对手，却在金邪的面前被轻松降服。就这样，金邪入队，下一站目标前往东海阁。路途中，众人又遇到了洗无常手下一员猛将潜水将军和其麾下的魔兽电击水母。这水母确实有几分本事，又加上水上优势作战，仅凭问天一人，面对这10万伏特，还是颇为勉强。大家看到问天落入下风，纷纷冲上前去。敌人的闪电来了，快站在一起，分摊雷电伤害。我们大家一起，帮你分担，减弱你的电力。就离谱，也不说导电什么的，问天都挡不下来的雷电，被大家站在一起并肩挡了下来。反正不管是什么原理，这就是我们友情的力量。霎时间，问天雷霆力量包裹周身，仅仅一招便打败了潜水将军。这潜水将军都战败了，雷电水母更是难逃毒手。哇，这水母怎么可以这么憨皮？被困牢狱之中的铁心方阁主的身影。原来他在刚刚的帆船事件中被海浪卷走，飘到了一座孤岛之上。但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刚刚上岸的东方雄就望见了他朝思暮想的身影，那是他的女儿东方铁心。可此时的铁心还处于失忆状态，不论怎么劝说，也回忆不起过去的事情。东方雄可谓是难过的不行，时隔数月，终于找到女儿，他却想不起自己。虽然东方阁主万分难过，但毕竟他可是一方之主，只要还有希望，他就会依旧保持坚强。眼下他们刚刚遭遇了喜无常的袭击，问天等人的安危才是重中之重，得赶紧返回帮助问天他们。一提到了问天，铁心的眼前一亮，那还等什么？母女二人迅速出发，赶往问天所在之处。与此同时，问天等人和喜无常又是站到了一起。虽然海浪攻击在鲸鱼的护佑下失去了作用，但疯狂章鱼这触手数量和恢复力可不是吃素的。大家拼尽全力协同出击，也没能占到半点便宜。只不过东方母女也是很快赶到此处，这下原本僵持的战局迅速发生变化。大家分工合作，控制住了章鱼的各个触手。金邪一招切割飞出，把章鱼触手切了个稀巴烂。喜无常也是被一招打飞，结束了对东方海阁的残暴统治。
终于，东方海阁也是得到了解放。夕阳西下，铁心和母亲待在一起，一股熟悉的感觉涌上心头。这里的一幕幕为何让人如此怀念？听闻铁心的记忆有所恢复，东方雄和问天更是高兴坏了。问天二话不说，拉上了铁心的小手，推着女孩便玩起了荡秋千。那日杏花微雨，春光迷离，让谁乱了思绪？往日的画面渐渐浮现，好像都要想起来了。可霎时间，天地盟主竟然来到了此地。只见他神力大显，一把抓走了铁心，让母女二人又一次面临分别。但此时的铁心已经将过去的一切全部想起。他曾经见过四方的城主，也曾经见过记忆中的那个男孩。那不是一见钟情，而是久旱逢甘露的再次相遇。刚刚苏醒不久的他，便迫切地想冲出牢笼。我向往自由，我要谈恋爱。可没想到的是，天地盟主对此早有埋伏。琥珀一招毒雾喷出，铁心便又昏迷了过去。但醒来的铁心依旧不屈服于天地盟主的淫威，盟主没有办法，又一次用毒物控制住了铁心，操控了他的心智。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XP比较怪，小时候看到女角色被邪恶力量控制的时候，就有一种奇怪的爽感。例如看宇宙星神的雅典娜、东方神娃的凤娃之类的时候，这感觉就特别奇怪。哦，女主黑化了，好色哦。而与此同时，重振旗鼓的众人来到了南宫城外的飞龙峡，这里正是玉玲珑长大的地方。在此地同胞的告知下，他们得知了驻守在这里的是天地盟主旗下的天蝎将军。这魔兽天蝎剧毒无比，飞龙峡里的飞龙根本不是对手。听到这里，大家当即表示，区区小毒，在神农兽的医治下，一切都不是问题。这下可好了 ，flag 一立，反派打团前立马针对乃位，设下陷阱抓走了神农兽。这下反派可谓是嚣张至极。除了3只小龙侥幸逃出，主角团的大家都变成了紫皮鸭子，深受剧毒。这反派虽然智商实力都在线，但却过分狂妄自大，完全没有守家的意识。被3小龙一波偷家救出了神农兽。这下一洞泉水在手，这破蝎子自然也不是问天的对手，迅速败下阵来。大家也是继续踏上了前往南宫城的道路。好巧不巧的是，路上正好遇到了南宫城圣兽巨灵龙和再次黑化的铁心。面对昔日的同伴，问天变得畏手畏脚，不敢下手。在被打得节节败退之时，得亏十方明亮及时赶到，救下了众人。这个时候，三叔也是来到此处，给问天指引了破局的方法。传说有一只仙鸟名叫神武，它的能力一定能唤醒被控制的铁心。说做就做，他们兵分两路，由岳母拖住女儿争取时间，而问天等人则是前往天鹰陵寻找着神武的下落。只不过这天鹰陵也没能逃过天地盟主的毒手，其麾下的乌鸦将军已经来到此处，大家的行动更要愈发小心。听闻神武喜欢美妙的歌声，于是大家一展歌喉，用歌唱换来了神武。但森林里的喧嚣也是引起了乌鸦将军的注意。只不过这集可是神武的专场，只见在神武歌声的护佑下，赐予了问天全新的变身力量。绿帽天金变身，在原亮色的加持下，乌鸦将军也是被见招拆招，瞬间秒杀。问天也是趁热打铁，趁着神武的新手保护期还在，再战铁心。往日的回忆不受控制的纷纷涌现，那是和母亲相伴的时光，那是和凤凰的第一次初见。他什么都想起来了，泪水打湿了脸颊，诉尽一切回忆。看到铁心又一次的背叛，环思一盘还吃了一嘴狗粮的魔兽螳螂可看不下去了，几道光刃飞出，直击二人。正所谓黑化强3倍，洗白弱3分。在洗白的效果削弱下，此时的问天铁心二人合力竟然也不是其对手。刀光剑影间竟有落败的趋势，又是喜闻乐见的千钧一发之际，金邪飞身跃出，挡下了螳螂的补刀。这老螃蟹实力确实强劲，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几乎是一个人单刷了问天铁心二人合力都不是对手的魔兽螳螂。又是一员大将的归队，主角团的实力更是再上一层楼。双喜临门的是，东方雄也是携十方明亮逃出了监狱，和女儿再次重逢。母女相逢的画面甚是感人，让问天也不禁畅想和父亲的再次见面。
东方雄很敏锐地察觉到了问天的异常，但话到嘴边还是停了下来。他不想让问天这么早就知道，他和父亲的下次会面注定是你死我活的战斗。夜晚，问天躺在草地上，久久不能睡去，脑海里想象着和父亲重逢的画面，想着怎么和父亲分享自己的勇敢与成长。但夜空中一道身影的浮现，却打破了他的幻想。来者正是问天心心念念的父亲南宫义，但这次相见确实远超他的预料，二人一碰面便是兵戎相见的父子局。虽然问天一遍又一遍的希望唤醒父亲，但此时的南宫义却早有准备，戴上了隔绝音波的蓝牙耳机，轻松挡下了神武的招式。黑化后的南宫义可以说是大发神威，手持一把普通宝剑便能大杀四方，即使大家共同出手也没能留下他。只见南宫义留下一句狠话便扬长而去。父亲的变化让问天万分崩溃，自己一直以来的信念感觉都在此全部崩塌，连父亲都拯救不了，他还又有什么能力拯救这天下苍生呢？而铁心母女也是万分关心着问天的情况。在二人的劝导下，问天很快意识到，只要夺走南宫义的耳机，想要救回父亲还是有很大机会的。看到问天重燃斗志，大家也很是高兴，正好一鼓作气前往元首宫，准备开启天地盟主篇的最后一战。这就是16年前神兵小将的第12集到第22集的全剧情梳理。下一期将会是神兵小将天地盟主篇的大结局。问天如何拯救父亲，天地盟主到底有多强，敬请期待。最近比较忙，更新稍微有点慢，但视频的质量上绝对不会疏忽。点赞过5000必出下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大家拜拜。玉郎，玉燕。哟，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好，这是洛城，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垃圾动画吐槽。今天带大家鉴赏的是来自2018年经典童年动漫重磅续作《神兵小将》第2集。为了完成这期视频，我感觉我的身心都受到了巨大的创伤，求大家给个3连，治愈我受伤的心灵。一看到《神兵小将》第2季的海报，它就深深地吸引了我。看看这精美的3D 建模，看看这细致疏密的秀发，看看这堪比好莱坞级别的无敌特效。B 站评分2.2分，与《兽娘动物园2》、《偷心九月天》动态漫画等一系列大作齐名夺得倒数第1的桂冠。非原版人马耗时2年精勤打造，带给你极致的观阅体验。以下内容为百度百科原话。在创作过程中，创作团队共同开创新的题材，营造跌宕起伏的情节，构想精彩丰富的画面，编写风趣幽默的对白，精心设计剧集内所有角色造型。他们严格把控所有角色的形态，务求以达到最高素质和最佳效果。那么到底是多么优秀的作品可以得到我们制作人这么高超的评价呢？那么废话不多说，视频正式开始。众所周知，《神兵小将》的第1部分为了上下2部分，分别为天地盟主篇与玄天邪帝篇。前26集主要讲述了玉龙国被天地盟主控制，问天在冒险的过程中结识伙伴，东方铁心、西门笑、北冥雪等人组成团队，最终解放4大主城，打败天地盟主的故事。而后26集讲述的是神兵小将们调查出了让天地盟主黑化的力量，正是来自玉龙国隔壁的玉岛国。于是众人再次踏上旅程，打败这里反派玄天邪帝的故事。像大家童年回忆中不是很熟悉，但是略有印象的什么影子问天、姐妹花灵剑双子、帅气的小男孩吴勇，以及非常漂亮的黑化美人玄天地姬，便是来自这一部分。而我们2018年的《神兵小将2》的故事是发生在这之后。画面一进来，便是人民歌功颂德，欢庆着神兵小将们的功绩。哇哦，这个3D 简直绝了！你把我们第1部那么漂亮的元首玉凤和问天母亲玉燕做成这个鬼样子，你是怎么做得出来的？看看这头发的质感，就像橡皮泥胡乱的粘在一起一样的。再看看这表情管理，是怎么做出这么面目可憎的阴间表情的？我真的在 B 站找 MMD 的 UP 主调试出来也比你这好吧。当然，说到毁容，那肯定不是我们的2位女王惨遭毒手，主角团的大家更是一个也逃不过。
首先出场的便是3D 建模下的问天、问雅和天津兽，虽然很丑吧，但是人人还勉强能接受。然后是铁心和北冥雪，那么漂亮的2个小姑娘变成了现在的样子。特别是东方铁心在更换了配音之后，操着一股成熟女人的感觉，属实是不太像10几岁刚出头的少女啊。阿笑，我只是觉得你经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体态依旧那么丰满，我看你真的别来无恙。我看你真的别来无恙。一个字，绝。最让我忍受不了的是，西门笑和几个神兵兽变成了什么稀烂的质感。西门笑虽然长得不帅，但在第1部中也不算是让人一看就反胃吧。而在这第2部，西门笑这颜值真的不是给人看的。你看看这什么稀烂的香肠嘴，加上这一坨黝黑的皮肤，怪死了呀！再说回剧情，第2部的神兵小将剧情模式还是和第1部一样，基本模式就是探索新地图，打败这里的反派，然后解放这座城市。但由于第1部的问天已经很厉害了，动画到这里不得不进行一点强制性的削弱。铁心、北冥雪以及战斗最重要的天津兽，在刚来到山外山这个新副本没多久，便被反派偷袭，压成了徽章，散落各地，等待问天的救援。于是动画又开始了打败每个地方驻守的魔兽，找回大家徽章的模式。但是这一部分中，人设崩坏和主角降智真的是到了一种离谱的程度。在第3集中，为了拿回天津兽的徽章，问天完全失去了第1部中的智慧。反派随随便便的拿一枚假徽章，便骗走了父母送给他最为重要的绿珠护腕。在第5集中更是离谱，因为买不起店家手中的天津兽，就直接开始求情，然后被店家狠狠的拒绝，灰溜溜的赶出店门外。这个难得一见的小徽章属于千金你的了，是我的了。对不起。这种脑瘫操作就好像把问天变成了弱智，反派一骗就上当，人也变得畏畏缩缩，愣头愣脑的。在第1部中，问天面对反派的时候可不会手软，因为竞价比不过当地的土著少女，就灰溜溜的离开，还一边说着什么天津兽对不起。这种离谱的剧情是怎么想出来的？我用脚趾头想也不会想出这么脑瘫的剧情吧。如今这剧情崩坏的操作，我就直说堪比剑山创和赤坂这2位抽象的大艺术家。还有就是关于画面方面，我本来已经不打算再提起来了，但是你能想到我半夜3点看《神秘小将2》的时候，看到这个眼睛瞪得贼大的铁心吗？我魂都要被吓出来了！我操，这还是我童年女神东方铁心，这完全就是黑猫警长，眼睛瞪得像铜铃。虽然后面告诉我这个铁心是假猫的，但这带给我的阴影怕是过不去了。后续的故事还是和第1部一样，主角团们陆续解放了金银岛等4地，并且在洗白后的天地盟主烟霞的帮助下，顺利打败了这里的反派无敌盟主，直面这一部的最终 BOSS 原始天魔。但是原始天魔实力超群，问天等人可不是对手。那么到了这里，大家猜猜看后续发生了什么故事？中国的人民一起帮助问天他们，释放你们的力量吧！玉岛国的人民还有所有神兽，为了保护我们的家园，一起贡献出力量吧！怎么可能有这么庞大的力量？不要！看来《神兵小将2》的导演做到这里，这戏他就不演了，直接放飞自我，汇聚全世界人民的力量，打败了原始天魔。哇哦，真的好感动哦！那么于是又皆大欢喜的，世界又恢复了往日的和平，而我们的主角南宫问天，他妈人设居然还能一崩再崩。西门笑，你不是已经来拜过年了吗？怎么还没走？难道在等我们？哼，什么西门笑？我是问天呐！我是问天呐！Nice。问天这惊鸿一瞥，属实把我整不会了。他居然从一个积极向上的英勇少年，变成了一个只会摆烂、不图上进的肥宅。不论东方铁心如何劝解，他也听不进去，一个劲的沉迷于游戏世界，
面对反派的时候，连和天津兽变身的盔甲都穿不进去了。看到这里，我真是无语啊！我当年那么帅一个南宫问天，到底去了哪里？然后是后面26集的故事。由于原版的《神兵玄奇》人物设定到这里已经用得差不多了，导演组再一次充分运用了他灵活的脑瓜子，塑造出了一个全新的反派盖世太保。在打败盖世太保后，问天等人很快得知，攻击神兵小将学院的幕后黑手是布偶王子和坏蛋三兄弟，残忍、凶恶、狡猾。于是大家又开始了新的冒险，在冒险的途中又加入了宽容、纯真两兄妹。这都是什么名字啊？至于结局，我不用说，大家肯定都知道。一通操作下来，反派布偶王子被成功洗白，大家一起皆大欢喜，从神兽之乡学院顺利毕业。神兵小将第2部完，终于讲完了。我好像看了什么，又好像什么都没看，只留下了麻木的大脑和马上就要瞎了的双眼。总结全文，《神兵小将2》就是一部究极离谱、放飞自我的垃圾续集。本剧的读点比起之前吐槽的《新重龙历险记》有过之而无不及。动画的节奏稀碎，总是在日常部分加入过多莫名其妙的剧情，主线故事的速度又往往快到起飞，看下来颇有让人一头雾水的感觉。而在这之中，烂中之烂，最为一绝的是《神兵小将》第100集，这一部分看得我真的是神魂颠倒。好东西就应该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神兵小将100集，冒险打怪要暂停，问天主角人要齐，开开心心在一起。我也想答谢忠实的粉丝，支持了我们整整100集。我要为观众唱首歌。那当然好啊！音乐，精彩好戏不停息，天天陪着我和你，打怪砍妖莫迟疑，行侠仗义多欢喜，神兵小将1000集，电视机旁还有你，还有你。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做完这期视频，已经把我的3观完全震碎了。但是又想到当年《神兵小将》第1部制作精良，却不怎么赚钱，而这第2部烂成这样子，居然还有机会出第3部，我的天哪，真的是烂完了。这种拿童年续作掐烂钱的动画，还是有多远滚多远的好。那么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想看更多垃圾动画吐槽的，不要忘了3连加关注。我是洛尘，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大家拜拜。谨以本视频纪念我的童年，那是一段小有遗憾的幸福时光。哟，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好。那么这里是洛尘。那么今天大家回忆的作品是《神兵小将》。如果你看过这部作品的话，记得把爷青回打在公屏上。《神兵小将》是我们童年时期非常特殊的一部动漫，对于我来说，它是我人生的第1部后宫动画。小时候哪有想那么多，只是觉得东方铁心不仅傲娇可爱，加上智商高、实力强，自古红蓝出 CP， 妥妥的女主相。本来兴冲冲的和表弟分享着我的观点，表弟马上反驳我，他认为女主肯定是北冥雪。我们之中出了一个叛徒，我们曾经还为此多次争吵，谁才是女主。只不过长大后看了神兵小将的原著《神兵玄奇》后，才发现事实往往更加魔幻。原著黄玉郎老师的《神兵玄奇》，南宫问天选择了我全都要，娶了正妻东方铁心，平妻北冥雪。原著中东方雄与南宫翊是夫妻的关系，因此东方雄是南宫问天的妈妈。然后东方雄一通阴间操作，和卓不凡生下女儿东方铁心。一看黄玉郎老师就是老 NTR 了，范氏哥哥狂喜。所以就此总结，东方铁心和南宫问天是兄妹关系，剧情是德国骨科，再加上这对母女3观和性格在原著中极其糟糕，看得我真的是童年尽毁。本来看了这个之后是想回去看一下神兵小将的动画洗洗眼睛，没想到居然看到了神兵小将出了第2集，然后我就鬼使神差的点了进去，这下可好了。西门笑，你不是已经来拜过年了吗？怎么还没走？难道在等我们？什么西门笑？我是问天呐！这他喵是我的童年，糟了糟了，痛苦加倍。
一看制作的时间，2016年你做出这种水平的动画来毁我童年。一看制作公司，南京玉郎红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和央妈合作出品。大家要记住这个公司以后记得排雷，不要说是神作辈出的16年了，天行九歌、灵气、从前有座灵剑山、一人之下，还有新葫芦兄弟，哪一个不比神兵小将2好100倍？是不是混入了什么奇怪的东西？新葫芦兄弟难道又是毁童年？还真不是，我看了几集之后的观感还不错。如果有兴趣听我吐槽葫芦娃的话，可以在公屏上扣个1，数量多的话以后挖个坑。回归正题，新版的神兵小将属实是存在了不少的问题。我们先从神兵小将的第一部的背景来引入。神兵小将的原著《神兵玄奇》本身是成人向的港漫，一开始是准备做成真人电影，后面修改为了2D 的动画，但由于原作的尺度过大，即使做成动画也不能过审，于是便修改成了子贡向的儿童动画。故事中将原本21岁的南宫问天修改成了14岁，将主要爱情后宫的部分修改为了亲情友情为主，狂野奔放的港漫画风也修改为了 Q 版的卡通画风，以环保为核心塑造故事的主线。故事模式主要是公路番，应该有参考过数码宝贝的模式。对于原作的整体设计可以说是大刀阔斧的改变。人物设计耗时半年，总共动画制作了1年半，耗费了3000多万港元。配音方面，为了符合儿童的喜好，特意挑选了20岁左右的实力派年轻配音演员。OP 的歌手选择了当时大火的王心凌，作曲选择了当时兴起的新秀林俊杰。林俊杰是谁我就不用多说了吧，这也是 OP 这么好听的重要原因之一。最终可以说是历尽艰辛制作了52集的动画。除开本身艰辛的制作过程还不算完，首先当时的港漫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地位，由于一国两制的国情，港漫属于引进动画，享受不到国内当时的动画补贴，于是制作团队费了很大的精力把神兵小将制作改成了中外合作，又与央视达成了深度的合作，最终选择了玉皇朝团队负责前期，央视负责后期的合作方案。但是让制作团队没想到的是，即使和央视深度合作了，依旧在送审播出的阶段出现了问题。因为王心凌演唱的主题曲《梦的光点》因为普通话不标准被审核卡住了，要求整改。年代过于久远，我并不清楚当时的制作团队是怎么想的，如果是我的话，大概要被烦死了。随后团队在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之后，在被要求整改了16个月后，神兵小将的成品终于得以复出。什么叫做历尽艰辛呀？当然，神兵小将播出后，凭借自己过人的质量，立刻火遍大江南北。首播于07年的国庆节，得天时地利人和，又填补上了当时热血冒险类动画的不足，怎么可能会不火？随后的神兵小将还发布了各种的周边，10大神兵武器的玩具、毛绒公仔、神兵小将的卡牌、神兵小将的漫画。当时那火爆的势头可以说是国漫巅峰也不为过。但是繁荣的背后也有隐患，首先因为盗版周边泛滥严重，再加上本身的制作成本过高，神兵小将的收益并不算是很多。然后到了现在，神兵小将2饱受诟病的首选是画风，首先是变成了3D， 而且画风古怪甚至可以说是糟糕来形容，可以说是完全为了糊弄小孩子而制作的，特别是在某些方面连06年的第一部都不如。然后很严重的是在声优方面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出现在铁心身上的。一个14岁的女孩操着一股有点大妈的声音属实有点出戏。但抨击声优的事情就算了，这个选角方面可能是主要的问题，没准是在声优的经费上偷工减料了，谁知道呢？然后是人设剧情全部崩崩光，强行降智，原本的形象全无谁还记得10几年前他们是怎么样的？毕竟粗糙的 3D 动画制作成本低，还能拿到国家的补贴，赚钱做生意嘛，新黑点不寒碜，反正是给小孩子看的，他们懂个的的动画。什么？你说老观众的情怀？情怀值几个钱？啪！于是就这样做出了一部粗制滥造的神兵小将。在收集资料的时候，我还发现编辑内部存在了严重的分歧，这可能是导致第2部剧情不尽人意的重要原因。但归根结底还是商业和利益在作祟。现如今优秀的动画都已经拿到了网络平台进行播放，青少年动画和儿童动画出现了严重的断层。那些做着儿童动画的公司，只要凭着 3D 的补贴随便粗制滥造，塑造出一些符合主流旋律的剧情，根本不管画面配音内容有多么糟糕，都能够盈利。如果真的想做优秀的内容剧情动画，还不如去借助腾讯、爱奇艺、B 站这些投资的平台，放手去做符合青年喜好的动画。毕竟如果要兼顾儿童和青年，既要被儿童动画的相关政策所限制，又可能会不符合青年观众的喜好，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谁会去做？
于是便塑造了这个时常会毁童年、充斥着垃圾 3D 作品的奇葩市场。看看当下环境，有几部金巨猫这样适用年龄这么宽泛的作品。我的希望和呼吁是微不足道的，只希望大家能点个3连，让更多人知道神兵小将背后的故事。那么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点赞过3000，继续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童年相关回忆视频。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大家拜拜。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好，这里是洛城。今天这期视频本来是想大家重新吐槽一下狗尾续貂的神兵小将第2部的内容，但奈何神兵小将第2部虽然已经离谱到了一定的境界，什么盖世太保、问天整容之类的逆天操作都整出来了，但毕竟和第1部的动画还是有点关系的。那么为了能更好的吐槽神兵小将垃圾的第2部，从这期视频开始，我将会带大家全剧情梳理这部来自16年前神兵小将第1部的故事内容。这期视频将会是天地盟主篇的上半部故事解说。如果点赞过5000必出下集，点赞过1万立马起床爆肝下期视频。那么弹幕上发爷青回，我们正式开始。在亿万年前，大地荒芜，生灵涂炭，女娲见世间这般苦难模样，于心不忍，撒下神力，所过之处万物生长，绿意盎然。在神力的滋养下，人类与神兽于此诞生，两者互相帮助，建设起了辉煌的文明。而我们的故事就发生在这座名为玉龙国的国家内。南宫城本是神兽与人类和谐共生的城市，但这天清晨，南宫城外的喧嚣似乎宣告着这份平静的结束。只见城外天地盟的叛军已经兵临城下，守城的军队哪敢怠慢，迅速出击。虽然这群守军看起来装备齐全，气势满满，可一面对正规的战斗，就是一群饭桶被顷刻间打败。这下我们的南宫城主南宫义可看不下去了，飞身几道光剑射出，叛军们便被纷纷击落水中。看到城主的归来，守军们顿时气势大振。但好景不长，这场战役中天地盟主居然亲自登场，真不愧是最终反派。在仅仅几回合的交锋中，南宫城主便落入下风。而天地盟主不仅体术无敌，这手中的琥珀刀能力更是惊人，凡是被他光芒照射到的神兽或人类都会受其控制，并化为魔兽。眼见不敌天地盟主，城主生下的玉玲珑宁愿自己被控制，也拼命将南宫义护送回城。南宫义也是不敢耽搁，迅速返回女娲殿中，将拯救世界最后的机会神兽蛋由小玉玲珑转交给他的儿子南宫问天，但自己也为掩护小龙离开，落入天地盟主手中。南宫城外，一只凶残的魔兽追逐着一群孩子。就在危机显现之时，一位蓝发少年挺身而出，一个上勾拳击败了凶残的魔兽。此人正是我们的主角南宫问天。他从孩子的口中得知，城中发生暴乱，神兽们性情大变，屠戮着百姓。听到这里，问天脸色一变，心中担忧着妹妹南宫问雅的安危，赶忙往妹妹所在之处跑去。路途上正巧碰上刚刚逃难出来的玉玲珑，小龙赶紧将城中之事告诉了问天。话还没说完，天地盟主手下的凶爷王骑着魔兽音波蝙蝠已经赶到，二人二话不说便打斗在一起。虽然凶阎王的实力远不如天地盟主，但也不是眼下手无寸铁的问天可以对付的。眼看就要落入下风，神兽蛋的表面顿时光芒四溢，一只麒麟飞跃而出，和问天合二为一。一时间，问天身上甲胄附体，神兵在握，可谓是英姿飒爽。这下凶阎王便不是问天的对手了，被其一招冰龙击出，打飞了出去。而蝙蝠则是跌落在地，难逃问雅毒手。魔兽魔兽乖，给老娘变憨憨！出战大捷的问天虽然意气风发，但也深知猥琐发育的道理。接下来他们会先前往西域，从天地盟主手背薄弱的地方开始掀起反抗的大旗。前往西域的大漠途中，三叔为几人讲起了当今玉龙国的时局。他们眼下前往的西域常年酷暑，夏日炎炎，城主是西门豪；北面是万里冰封的冰原，城主是北冥镇；东边是群岛之国，由东海阁主东方雄管理；而南边正是他们刚刚逃难出来，四季如春的南宫城了。现在四地都已经被天地盟主控制，只有解放四地，团结各地的人民，才能战胜天地盟主。团队边走边说，殊不知一个黝黑的身影已经跟上了他们。
首先，我不是男童，但是南宫问天，南宫问天。正当几人口干舌燥之时，一条红色的河突然出现在众人眼前。大家顾不得多想，马上冲上前去畅快痛饮。一位女孩露面，赶忙阻止，但为时已晚。一口河水下去，大家都化身为喷火小龙，嗷嗷直叫。原来这个村落本叫甜水村，但在天地盟主旗下麻辣将军的控制下变了模样。这麻辣将军生性嗜辣，无辣不欢，为了一己私欲，把这里唯一的河流也改造成了辣椒河。但其也是欺软怕硬的主，在凶阎王的命令下，马上屁颠屁颠的出发，准备抓捕南宫问天。而问天等人则是在女孩的带领下来到村中，盘问西门城的事情。问雅也是心大，来到敌人的地盘，还有心思玩捉迷藏，玩着玩着把天津兽给整丢了。而问天和三叔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还听着村长娓娓道来这里发生的故事。原本的西域在太虚兽的帮助下，虽然干旱，但各个地方也能获得来自主河的充足水源。直到天地盟主来后，魔化了太虚兽，从此以后，推动主河风流的风车再也不会转动，所有的支流就此断流。而甜水河虽然有幸保住了河流，但却被这麻辣将军整得民不聊生。听到此处，问天怒不可遏，当即表示一定会打败麻辣将军，拯救甜水村。可你天津兽都没了，拿什么战斗？还好小龙鼻子灵敏，很快找到了被五花大绑的天津兽。原来天津兽是被刚刚尾随的西门城主之子西门笑给抓走了，但他没有恶意，只是遵循父亲的意愿，想要拯救这座城市。话还没说完，麻辣将军就来到了这里，想要消灭问天。但这软蛋哪里是问天的对手，被3下5除2轻松打败。辣椒豪猪也没逃过问雅的毒手，变成了另一个憨憨。在此次事件中，西门笑也和问天解释清了误会，加入了主角团。下一站清泉山准备出发。来到山上，阿笑问起了村中老婆婆这里关于宝物的故事。在婆婆的指引下，阿笑和小龙来到冰寒瀑布，开始了寻宝之旅。而问天这边则是遭遇了魔兽泥浆蚯蚓的偷袭，天津兽一个不注意，就又来了一次五花大绑，这可苦了问天，只能被动挨打。还好阿笑带着神器水龙炮及时赶到，直接洗出了蚯蚓的真面目，属实有点丑。趁此机会，问天救出天津兽，一个变身拔刀而出，直击反派。但一道红发倩影却提剑挡住了问天的攻击。两人双目相对，一见钟情。我们是不是曾在哪里见过？但女孩却矢口否认，她是天地盟主的女儿，不可能见过问天。说罢便唤来凤凰，带上反派，纵身离去。问天望着倩影离开的方向，久久不能释怀。到底是在哪里见过呢？次日，众人继续向西门城进发，途经明镜河，又遇上了铁心与其麾下的魔兽肥蛟龙。肥蛟龙皮糙肉厚，问天等人的攻击对他都是挠痒痒。见对蛟龙毫无办法，问天灵机一动，擒贼先擒王，和铁心之间打了起来。这里也是出了一个名场面，问天对铁心说道，被他的寒冰破打中，衣服就会变成碎片，一边露出了猥琐的笑容。变成碎片的。铁心也是不堪其辱，当场脸红，扬长而去。他好爱问天，放水放了一条河。众人刚渡过河，就突然遭遇了一道雷云，来人正是之前落败的凶阎王。太虚兽不愧是4大守城圣兽，把天津兽和问天压制得毫无还手之力。众人最终不敌，被不会补刀的反派埋于废墟之下。从废墟中逃出的阿笑告诉大家，太虚兽曾经有个非常喜欢的曲子，听到那曲子后可能会想起以前的事情。说做就做，大家重振旗鼓，来到了天籁镇，却发现曾经以音乐闻名的镇子却鸦雀无声。原来这里的反派噪音将军堪比神兵小将界的胖虎，每晚都要开他的个人演唱会，并且自己唱的难听不自知，还不让别人奏乐，把天籁镇变成了如今模样。为了得到唤醒太虚兽的乐谱，问天还是准备带众人和噪音将军碰一碰。
众人实在是受不了了，揭竿而起，和噪音将军缠斗起来。他旗下的魔兽青蛙也是音乐达人，给问天等人上演了地狱二重奏。为了战胜噪音哥，问雅也是顺着场合一首片尾曲唱出，直接迷惑住了反派。哦，原来天下还有如此美妙的歌声。趁此机会，问天一招寒冰破打出，给噪音将军来了个开膛破衣。那么对铁心试试呢？终于历经千辛万苦，问雅也是得到了乐师的教导，终于万事俱备，前往西门城。几人渡水潜入城内，得知明日凶阎王将要处死城主西门雄，大家决定次日劫刑场，救下西门城主。他们兵分两路，由小龙和天津兽引开敌人的注意，问天和阿笑准备趁机救下城主。只不过这部动画反派的智商也挺在线，凶阎王很快意识到了这是调虎离山之计，迅速赶回，将手中的武器一把丢出，打落了问雅正在吹奏的笛子。在凶阎王携太虚兽的压制下，问天二人不是对手，眼看就要殒命于此。西门城主在这万险之时及时苏醒，一把挣脱了绳索，救下了二人。小龙也不顾自己是火龙，马上从水里取出了问雅的笛子。此时此刻，凶阎王大势已去，再无反抗之力，被打得节节败退。只不过铁心又一次的赶到，救下了凶阎王，留下了一句来日方长，便从容离去。苏醒后的太虚兽也是深感到自己受控期间曾犯下的错误，迅速回到岗位，继续了自己的打工人生活。终于，西门城得到了解放，百姓们得以安居乐业，重新过上了祥和的生活。太虚兽也是为了表示对神兵小将们的感谢，将自己的孩子小太虚托付给了阿笑。团队内的有生力量进一步得到了提高。下一站出发，目标北冥城。刚来到此处，天津兽就因为水土不服得了严重的感冒，急需医治。但此地漫天飞雪，连个村庄都找不到，更不要说找个医生了。说巧也是巧，雪原上天地盟主的追兵正在追击着一个紫发女孩。问天等人当然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原来这位女孩正是北冥城主之女北冥雪。她为众人讲述了这里最近发生的事件。他的父亲北冥镇与守护神兽十方明亮近几日突然失踪了，所以现在北冥城由他的大哥北冥雷代为管理。但某天北冥城来了一个名为绝天机的秃驴，在其出色的管理下，很快得到了北冥城的信任。某一天，神农尺偷听到了绝天机的讲话，得知了绝天机原来是天地盟主派来的手下。事情败露后，绝天机决定除掉神农尺，反咬一口，无限城主的失踪是神农尺造成的。北冥雷也是轻信小人，下令抓捕神农尺。就此，神农尺与保护他的北冥雪被迫踏上了逃亡的生涯。话说这里的北冥雷脑子直接抹了浆糊，和一个刚来的外人相比，你难道不能相信你的妹妹吗？反正剧情就是这样。天津兽在神农尺的治疗下恢复了健康，大家又继续踏上了寻找北冥城主的道路。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的一举一动其实都在绝天机的监视之下。借此，他得知了天津兽怕冷的弱点，派出了魔兽白熊来专门针对天津兽。这下问天可遇到了难题，天津兽属性被克，难道又是绝路了吗？是北冥雪。北冥雪居然挡在了问天身前，用柔弱的身躯挡下了这致命一击。问天，鼓起勇气，我相信你，你一定能打败他们。天津兽，你也要振作起来啊！你想一想，你一定还有其他的潜能。阿雪，神农兽。在北冥雪的鼓励下，问天展现出了全新的火焰力量，轻松击败白熊，又一次解决了危机。随后，他们在村民的指引下前往白雪谷寻找着北冥城主的下落。可好巧不巧的是，东方铁心追着他的小情人也来到了这里。白雪皑皑，良辰美景，铁心没能阻挡住渣男问天的诱惑。两人就在这紧张的氛围中，慢悠悠地堆起了雪人。路过的反派一看，吃了一嘴狗粮，他哪能忍得住，也不管铁心是自己的友军，一阵鼓囊制造了雪崩，想将二人都埋葬此地。但南宫问天可是主角光环附体，岂会被这一点小困难打倒？
看着雪崩下来，二话不说，拉着铁心的手就找了一个洞穴，开启了打情骂俏。在问天的嘴遁下，他很快意识到了父亲的错误，改变了要杀死问天的想法。在这几幕的故事中，铁心的小女生心思被问天完全拿捏了。南宫问天真不愧童年后宫王。二人逃出雪洞后，铁心为了报答问天的救命之恩，帮大家除掉了来袭的刺客。相处的时光终究是短暂的，二人血缘相别，颇有一份惺惺相惜之感。而大舅子北冥雷这边，终究是因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了代价，在绝天机的蒙骗下，不仅丢失了北冥城的主权，还在不经意间带着绝天机找到了父亲北冥镇的藏身之处。此时的北冥镇在和天地盟主的战斗中所受的伤还未愈愈，实力大损，不是绝天机的对手。但是为了保住北冥城的未来，也是拼尽全力闯出了一条退路。天空中十方明亮的光芒闪耀，很是晃眼，很快也是引起了问天等人的注意。他们也是迅速赶到，和反派来了个会面。但绝天机这老奸巨猾的反派，怎么可能毫无准备？只见几只魔兽企鹅拿着几面镜子包围了上来，嘴里还念念有词：“你抢 Q 币吗？”这精心准备的镜子果然有一手，不论是物理攻击还是魔法攻击，都被其一并吸收。问天也是被镜子中的触手捆了个严严实实，上演了一手羞耻 play。得亏小龙急中生智，呼唤着神农尺治好了十方明亮和北冥城主身上的伤。十方明亮恢复后，将一颗金黄色的珠子交给了问天。全新的力量到手，果然非同凡响。只见珠子散发出了耀眼的光芒，直接摧毁了所有魔镜。问天也是借此展现出了金黄色的全新变身，一招金黄色的巨龙飞出，终结了绝天机的阴谋诡计。至此，北冥城也得到了解放，主角团也加入了一位全新老婆北冥雪。相信他和神农尺的辅助能力，能在队伍里创造出更多价值。下一期东方铁心与问天的再一次碰撞，又会绽放出怎样的火花？这期视频是我心血来潮后的一期尝试，讲述了神兵小将1到11集的主线故事内容。我将会尽我可能精简地还原这部动画的全部故事，希望大家也能喜欢这期视频。点赞过5000必更下期，没有的话洛城将会尝试别的系列。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大家拜拜。